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我前面的有关核动力航天器的视频里，有朋友给我留言，希望我来谈谈核电池。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年年初，大家的眼球都被一条50年稳定自发电的新闻标题给吸引了。仔细看新闻的内容才知道，原来是一家名叫北京贝塔福特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宣布成功地研制了民用原子能电池。根据公司网站上的说明，新电池的型号是 BV100，电池的发电原理就是利用镍六三同位素发生衰变时释放出来的贝塔粒子，也就是电子这种现象，再利用金刚石半导体来吸收镍六三衰变时释放出来的贝塔粒子，从而产生电能。这种发电方式其实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原理是类似的，只不过核电池是用电子替代了光子，用金刚石半导体替代了硅太阳能电池板。据说这种电池的能量密度非常高，能够达到3300毫瓦时每克，是3元锂电池的10倍以上，而且电池可以在50年内稳定的自发电。更重要的是，这种电池非常安全，即使受到针刺、枪击也不会起火爆炸。此外，该电池还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能在-60度到12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下正常工作。在安全性上，该公司表示，这款电池是绝对安全的，没有外部辐射，甚至适用于人体体内的心脏起搏器、人工心脏、人工耳蜗这类的医疗产品。公司表示，镍六三衰变后的产物是铜，没有放射性，绝对不会对环境构成任何威胁或者污染。在电池的关键技术方面，公司声称他们在原子能电池和第4代金刚石半导体这2项高新技术领域实现了颠覆性的创新，遥遥领先于欧美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生产能力方面，公司声称核电池即将投入量产，并且计划在2025年推出功率为1瓦的电池。这些消息一经发出，立刻就引起了热议，大家不禁好奇，原子能电池真的这么强大，这么好用吗？原子能电池也叫核电池、放射性衰变电池、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电池。核电池只是人们利用核能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梦想着能够得到强大、持久的动力来源。核能的发现使这种梦想的实现成为了可能。相信看过电影《钢铁侠》的朋友，肯定会对钢铁侠胸口的发光体印象深刻。原来在电影里，托尼被恐怖分子袭击，导致体内残留了很多弹片。为了防止这些弹片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托尼就用8元素制造了一个小型托卡马克装置，并依靠装置的磁约束来约束这些弹片。我们知道，托卡马克也就是核聚变反应堆中用来约束核聚变材料的装置。因此，托尼身上的托卡马克装置不仅阻止了弹片随血液进入心脏，还能作为能源为钢铁盔甲提供能量，从而使托尼从各种危险中逃出升天。无独有偶，在电影《战斗天使阿丽塔》中，主角阿丽塔的动力来源也是一颗被称为神经动力链的微型反应堆。看来人们一直都梦想着能够得到体积小巧、功率强大、性能持久的动力来源，但这样的梦想真的能实现吗？其实从20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相对论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且在原子核中就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相对论理论为核能的利用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撑。1938年，德国化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了铀的核裂变，从而确认了释放核能的实际可行性。1942年，费米领导的团队在芝加哥大学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成功地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受控的核链式反应，
开启了实际利用核能的进程。不过，受到战争的影响，当时人们对核能的研究重点还是集中在如何利用核能来制造原子弹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才开始考虑核能的和平利用。我们知道，核能的利用主要有3种方式，也就是核裂变、核聚变以及核衰变。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核能受控使用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核裂变和核衰变上。1954年，前苏联的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使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商业发电的核电站。核电站是利用核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来发电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核裂变开始用于和平用途。后来，核反应堆因其极高的能量密度等特点，也被考虑用于火箭和航天器上。最近 NASA 重提核热动力火箭的研制计划，准备将其用于月球、火星以及更远距离的深空的探索和开发上。有关这部分内容，我在闲聊核动力航天器里已经有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1959年，美国开发出第一块放射性衰变电池，标志着核衰变也开始用于和平用途。所谓放射性衰变，指的是某些不稳定的原子核会自发地释放出粒子或者能量，同时转变成更为稳定的原子核的一个过程。这些不稳定的原子核通常就是一些元素的同位素，所以放射性衰变有时也被称为同位素衰变。不同的元素有着不同的同位素，不同的同位素的半衰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氢有撇、氘和氚3种同位素。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氢，它的原子核里只有一个质子。氘是氢的一种同位素，它的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撇和氘都是非常稳定的，不会发生衰变。而氢的另一种同位素氚就不一样了，在氚的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和2个中子。氚非常不稳定，会发生衰变，它的半衰期只有 12.32 年，衰变的产物是氦原子核和贝塔粒子，也就是说，每经过 12.32 年，就会有 50% 的氚衰变成氦。碳也有很多同位素，最常见的就是碳12、碳13和碳14。碳12和碳13都非常稳定，不会发生衰变，但碳14就会发生衰变，它的半衰期是5730年。在自然界里，碳12、碳13和碳14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存在，所以当我们发现某件文物里的碳14的比例低于正常比例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断出文物的年代。所谓的碳14测年利用的也就是这个原理。放射性衰变不仅可以用于测年，利用衰变时释放出来的能量，我们还可以用它发电。放射性衰变电池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发电的。放射性衰变电池又可以分成2种，第一种是热转化式放射性衰变电池，也就是把同位素衰变时产生的热能转化成电能的一种发电方式。这种方式的能量转化效率一般在 6% 以下。现在主要的核电池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比如海盗号火星探测器、好奇号火星车、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等。放射性衰变电池的另一种形式就是非热转化式放射性衰变电池，也就是利用同位素衰变时释放出来的带电粒子直接转化成电能的一种发射方式。这种方式的能量转化效率一般在 6% 到 8% 之间，比热转化式放射性衰变电池的能量转化效率稍高。我在节目的开始提到的贝塔福特公司的 BV100 核电池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除此以外，人们有的时候也会仅仅利用同位素在衰变时产生的热能来为其他的设备保暖。大家还记得科幻电影《火星救援》里马特·达蒙抱着核电池取暖的片段吗？就是这个意思。此外，有些月球探测器
为了能度过月球上长达15天的月夜，也会用这种方式为探测器上的设备保温。一般来讲，放射性衰变电池的寿命取决于所选择的放射性材料的半衰期，因此想让核电池的寿命更长，只要选择半衰期更长的核材料就可以了。但是在总储能量一定的情况下，电池的寿命更长，也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电池输出的电量更少，电池的输出功率就更低。所以虽然像节目一开始时，贝塔福特公司宣称 BY100 核电池的储能密度超过了3元锂电池的10倍，但考虑到长达50年的放电时间， BY100 核电池的输出功率还达不到3元锂电池的2万分之一。除了半衰期，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在为核电池选择放射性材料的时候，还要考虑放射性材料发出衰变时所辐射出来的射线的种类。一般辐射射线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是阿尔法辐射，这种射线辐射出来的粒子是一个氦核。由于阿尔法粒子相对比较重，而且带电，因此它的穿透性很差，是所有衰变辐射出来的射线中穿透性最差的，通常只能穿透几厘米的空气或者是一张纸。阿尔法粒子甚至无法穿透皮肤，因此安全性是最高的。但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阿尔法粒子的穿透性虽然很差，但如果不慎让阿尔法粒子进入体内，还是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对于阿尔法射线仍然需要注意加以防范。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有医疗人员把安装有带阿尔法辐射核电池的心脏起搏器装入病人体内的先例，但后来因为安全性的考虑，就再也没有使用过了。第二种就是贝塔辐射，这种射线其实就是高能电子。贝塔粒子比阿尔法粒子轻，穿透性也更强，通常能穿透几毫米甚至几厘米的材料，比如塑料或者是薄的金属板。因此对贝塔射线的防护就需要用到比较厚的塑料、玻璃或者是金属板。第三种辐射就是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高能的电磁辐射，它的穿透能力是最强的。想对伽马射线进行防护，就需要用到厚重的铅板或者是混凝土或者是大量的水，因此伽马射线也是最危险的射线。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的热转换式放射性衰变核电池就是钚238放射性衰变核电池。钚238是钚的一种同位素，它的半衰期是 87.7 年，衰变后的产物是铀234和阿尔法粒子，在衰变过程中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钚238在衰变的过程中因为产生的热而使自己变得通红的样子。有了热能，再通过热电偶现象就可以发电了，也就是温差发电。钚238放射性衰变电池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1961年，第一代全球定位卫星子午仪 4A 卫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放射性衰变电池的航天器。1977年，美国发射了携带钚238衰变核电池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在当时，这2个探测器的核电池的功率就已经达到了23瓦。迄今为止，旅行者1号已经在太空航行了47年，飞出了太阳风的作用范围，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最为辉煌的记录，而它的核电池依然在持续的工作。此外，美国的海盗1号和海盗2号火星探测器、木星探测器伽利略号、土星探测器卡西尼号、冥王星探测器新视野号以及好奇号、毅力号火星车等探测器也都使用了放射性衰变电池。可见核电池在深空探测的领域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不过这些放射性衰变核电池的造价极其高昂。我们以毅力号火星车上的核电池为例，毅力号火星车上的核电池的重量大约是45公斤，开始时的电功率大约是110瓦，而造价则高达7500万美元。造成钚238核电池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就是钚238的制造极其困难，
目前只有美国具有完备的钚238产业链。可能正是因为钚238的产能不足，前苏联在核电池材料的选择方面更倾向于使用铀235作为热转换式放射性衰变核电池的核材料。铀235是铀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它也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材料。它的放射性衰变过程比较复杂，所辐射出来的主要是阿尔法射线，但也包括危险的伽马射线。另外，铀235的半衰期非常长，大约是 7.04 亿年，因此用铀235作为核材料的辐射风险就要远远的高于钚238。在核电池的应用上，前苏联和俄罗斯都曾经研制过不少以铀235作为核材料的核电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斯5型核电池。这款电池看起来就像一个反应堆，里面装了大约40公斤的浓缩铀。这种反应堆的热能输出达到了100多瓦，通过电热转换能产生3瓦的电能。贝斯5型反应堆被前苏联至少用在了24颗宇宙系列卫星上。本来按照设计，这些卫星在反应堆寿命结束的时候会爬升到更高的轨道，以防止放射性材料重新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但总有意外发生。1977年9月18号，前苏联发射了宇宙954号卫星。虽然发射的过程比较顺利，但卫星就不是这样了。进入轨道之后不久，技术人员就发现卫星的姿态不够正常。12月中旬，前苏联的官员向美国同行发出警告，表示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该卫星的控制能力。78年1月24号，宇宙954卫星在加拿大西部上空沿东北方向进入大气层。对此，苏联方面声称，该卫星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中已经完全烧毁，但后来的搜索显示，卫星的大量碎片散落在了从大农湖到贝克湖沿途600公里的加拿大土地上。加拿大和美国组成了联合调查小组，通过徒步和空中搜索的方式清理了这片面积达 12.4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最终找到了12块卫星的碎片，其中10块带有放射性。其实，宇宙954卫星并非前苏联第一颗失控的核动力卫星。早在1973年，就有一颗类似的卫星发射失败，反应堆最后落在日本北部的太平洋里。1983年，宇宙1402号卫星发射也是失败，它的反应堆落在了南大西洋。时至今日，在我们的头顶上，至少还有29颗前苏联、俄罗斯的核动力卫星在或高或低的近地轨道上运行。它们什么时候会像宇宙954那样落向地球，造成危害，我们不得而知。介绍完了美苏热转换式核电池的情况，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1971年3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成功试验了中国第一块核电池铍210核电池，电池的输出功率 1.5 瓦，电池的转化效率达到了 4.2%。1年之后，该所在这款电池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又研制出功率为3瓦的新型电池。新电池的转化效率达到了 5.6%， 比原来有了显著的提升。可惜在那个年代，科研工作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顺序进行。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对核电池的研究工作就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持续了32年。2004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正式启动了航天用同位素核电池的研发计划。06年，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成功地开发了一款钚238同位素核电池。2013年12月，科研人员在玉兔号月球车上安装了同位素加热设备。这种设备不具备发电的能力，但它能为玉兔号上的仪器设备保温供暖，帮助玉兔号度过寒冷的月夜。2018年12月，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的玉兔2号月球车终于安装上了一款同位素温差电池，只是电池的输出功率只有 2.5 瓦左右，这甚至还没有达到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1972年核电池的水平。与此同时，
美国的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上的核电池的电功率已经达到了110瓦。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核电池起步晚、技术储备不足，和美国、俄罗斯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现在看来，造成中国放射性核衰变电池技术落后的关键就在于：第一，钚238材料短缺。钚238是一种人工合成材料，制造工艺非常复杂。目前真正能够完全掌握钚238生产技术的只有美国一家，中国甚至俄罗斯都需要从美国进口。第二，就是核电池的换能材料的技术缺口大，热电转化效率低，这就使得核电池的输出功率难以做得很大。第三，绝热材料的技术储备不过关。绝热材料的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漏热，保证大部分热能都从换热材料通过。绝热材料的性能不足，就导致了大量的热被无效的释放了，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上3点看起来似乎都集中在材料科学这样的基础学科领域，其实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其他行业比比皆是。中国看起来具有完备的产业链，但真的想搞一些尖端技术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基础学科和高精度加工领域到处都是短板。这么多年的急功近利换来的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当你真的想去追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实绝对不像在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好，介绍完热转换式放射性衰变电池，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非热转换式放射性衰变核电池。关于这方面，我所能查到的最早量产的非热转换式放射性衰变电池，可能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能看到的这款 Nanotritium P100 电池了。这款电池是由美国 CityLab 公司推出的，以氚作为核材料的非热转换式放射性衰变电池。据说这种电池曾经在2012年出现在淘宝上，当时的售价大约是7000块钱人民币一块，不过目前已经找不到相关的链接了。在 CityLab 系列核电池的产品中， P200 型核电池的输出功率大约是125微瓦，输出电压是 2.4 伏。在外形尺寸方面，电池的长度大约是92毫米，宽度是45毫米，厚度是8毫米，能量密度大约是 3.8 微瓦每立方厘米。请大家记住这个数据，待会儿咱们还会再次用到。现在再让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的话题，也就是贝塔福特的核电池上。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贝塔福特公司公布的核电池组成的示意图。根据贝塔福特公司公布的材料，公司的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独特的厚度仅为10微米的单晶金刚石半导体。科研团队把一个厚度为2微米的镍63薄片放在2个金刚石半导体之间，这样就可以把镍63放射源的衰变能量转化成电能，形成一个供电单元。而一块核电池可以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单元通过串联或者并联形成。因此，公司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制造出不同尺寸、容量和功率的电池产品。贝塔福特的董事长兼 CEO 张伟说，公司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是 BV100， 它是世界上首款即将量产的原子能电池，输出电压是3伏特，输出功率是100微瓦，电池的外形尺寸是15×15×5毫米，能量密度达到了89微瓦每立方厘米，这是我刚才介绍的 CityLab 的 P200 核电池的 3.5 倍。然而，根据公司的宣传，一切还不止于此。贝塔福特公司计划在2025年推出功率为1瓦的电池，这相当于1万块 BV100 核电池。公司还声称，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推出让手机永不充电的核电池。他们的核电池能让现在只能飞15分钟的无人机一直飞下去。但是，他们真的能兑现这些承诺吗？关于这点，大家不妨看一下屏幕。屏幕上的专利就是贝塔福特公司的核心专利。从时间上看，这个专利现在还处于公布阶段。大家不难发现，这些专利发明人的名字都是一些俄罗斯人，而且
如果你再查下去，就会发现早就有人在考虑使用镍63作为辐射源进行非热转换式核电池的研究工作。但由于镍63衰变时放出来的贝塔射线的穿透性很差，如果镍63的厚度很厚，放出来的贝塔射线就会被自己吸收，从而达不到发电的效果。而如果把镍63的材料做得很薄，衰变射线的数量又太少，电池的功率密度就会很低。2018年，莫斯科物理技术研究所在镍63非热转换式核电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的研究人员发现，在10微米厚的单晶金刚石半导体之间加入2微米厚的镍63层，就能达到最大的功率密度。该物理研究所后来还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外形尺寸是5毫米乘5毫米乘3.5毫米的多层结构的镍63电池组。电池组输出的电压是 0.92 伏，输出功率是 0.93 微瓦，能量密度是 10.6 微瓦每立方厘米。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我把几种电池的性能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贝塔福特电池的能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其他2款电池，其中的原因我不得而知，大概是封装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吧。至于这款电池未来的用途，区100微瓦，也就是 0.1 毫瓦的输出功率，实在是做不了什么。要知道，目前手机的待机功率就已经达到了10毫瓦，使用时的峰值功率更是会达到几瓦的水平，而无人机的功率就更大了。如果真的把这种电池放到手机上，仅维持手机待机大概就需要100块 BV100。我们按照每块 BV100 的重量是10克来计算，这100块 BV100 的重量就是1公斤。你会带着这么重的手机出门吗？就更不要说用到无人机上了。至于贝塔福特公司提到的核电池在心脏起搏器这类医学产品上的应用，如果连辐射更低的仅产生阿尔法射线的核电池都退出了起搏器市场的话，那又有什么理由让辐射更高会产生贝塔辐射的核电池进入这个市场呢？当然，也许在其他的一些特殊领域，这款电池还有一些市场，但主要还要取决于电池的价格、质量以及外形尺寸等等具体要求。总之，核电池作为一种可以长期提供能量的动力来源，的确有着广泛的应用市场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但核电池需要面对的问题依然很多，大功率、低成本、小质量、低污染、高可靠性以及便于批量生产，可能就是其中的关键。在这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核电池可能还只是应用在某些有特殊需求的领域。核电池真正民用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好，关于核电池，今天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